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红白机平台的经典游戏《超级魂斗罗》，也就是魂斗罗2代。为什么没有继续经典的8合1系列呢？因为我发现我被骗了呀！被谁骗了呢？被我自己。之前我一直以为是8天假期呢，结果到今天才发现假期的余额不足了，只有7天。这个事儿就很不爽啊！如果在放假之前，我以为有6天假，结果有7天假，这就相当于减了1天。但是放假之前我以为有8天，结果是7天，这就相当于被偷走了1天啊！这个性质完全不一样，我心态一下就崩了呀！累了，不爱了，毁灭吧，赶紧的，躺平了，摆烂。后来我发现有个别的小伙伴在评论区的留言里提醒我了，说大叔只有7天假期，你为什么有8天啊？但是等我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了呀，我的心态已经不可逆转了。少了1天假期对我造成的伤害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了。这里咱们要打第一关的 BOSS， 这个 BOSS 叫做大型直升机。这次给大家录制，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每关 BOSS 的名字，包括每个关卡的名字。现在的第一关就是敌方的基地区域1。BOSS 的名字有点草率了，很简单，看样子就知道是一个大型的直升机，但是它竟然有4个炮台。第二关是一个俯视视角的关卡。这里打的是本关的小 BOSS， 叫做装甲车。我觉得前几个 BOSS 的名字都过于直白了呀，就这用得着查资料吗？瞎耽误功夫啊！但凡你看过3期奥特曼，你就能起出比这更炫酷的名字。但是第二关的 BOSS 就不一样了，它也是一个装甲车，它的名字叫做磁力重装甲车。好吧，加了2个形容词，其实就是小装甲车的加强版本，也是3个炮台，前边加了电网，但是咱们直接打后边的一个就可以了。又奖了1条命，但是原版的话，最大的勋章数就是显示4个。我见过一些改版，把勋章的显示机制做出了改动，让它能够超过4个。像这种改版就比较有创意。魂斗罗的改版我玩过2个比较好的，一个是无限跳，让你把魂斗罗玩成空中的魂斗罗，另外一个是一个1代的改版。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超级的 F， 但是它的子弹攻击范围变大了，并且呢它的攻击力也提升了。所以说这些改版都是对游戏的机制做出了一定的改动，让玩家玩出了新意。现在很多的，甚至说绝大部分的魂斗罗改版，换一个贴图，换一个配色，把关卡的设置流程稍微变一下或者延长一下，换个名字就是改版了。这个现象在吞噬天地系列里也非常的常见。为了改而改，其实没有必要。我相信很多的玩家也不买账。好的，咱们来到了第3关的小 BOSS， 这个小 BOSS 可厉害了，大家听他的名字啊，叫做猎击6连机动炮。这个名字中二的气息就扑面而来了。实际上他的实力也比较强，因为魂斗罗系列的 BOSS 都有一个很明显的缺陷，就是不够持久，耐久度不够啊，几枪就打爆了。
刚刚这个小 boss 的耐久度可以和很多的后面的大型的 boss、首关的 boss 相媲美。来到了第3关，丛林的首关 boss， 这个 boss 叫做传感防御墙。当然了，你在官方的资料里边是查不到这样一个 boss 名字的，因为要么它叫做传感器，要么呢它叫做防御墙，干脆把2个名字放一块儿，这样才符合 boss 的身份。第4关来到了基地的区域3，这里我和之前的打法就不一样，小的时候都是先把泡泡清光再往前走，现在看见这种冒着泡泡的洞，就想先把它堵上，所以说采用了不一样的打法。上了年纪，心境和习惯果然是不一样了呀。而且刚才堵了2个冒着泡泡的洞，可惜呀，这种敌人只有2个。我觉得这种对手，你给我安排一排，6个、7个都可以，因为我现在的弹药、子弹非常的充足，射速也很快，因为捡到了加速嘛。现在我的武器就是一个散弹加上加速，这是1代和2代泛用性最强的武器了。其实2代里边还有一个隐藏的超级的 F， 你需要单发的 F 蓄力，攻击力很高，但是那个东西不能连发。有一些改版直接让超级 F 当做主武器可以连发。从输出上来说，我感觉它比现在的 S 还要猛，但是它的武器的火力覆盖范围是远远不如 S 弹的。这个散弹枪不能吃，吃了之后就没有加速的效果，等它自己消失了。前方不远是本关的 BOSS 战，这个 BOSS 我小的时候都叫它面条鸡，我不知道大家当年都是怎么称呼这个 BOSS 的。官方的名字应该叫做激光吊灯，也叫做激光炮台等等吧，反正它的武器是激光而不是面条。打这个 BOSS 咱们就先把中间打掉，如果你先打掉 BOSS 一侧的话，它会把一部分的身体缩进屏幕的里侧，这样的话它剩余部分的攻击就可以贴着屏幕的边缘，很难躲。接下来是第5关，第5关也是基地的最后一部分区域。基地一共是4个区域，中间还有一个第3关丛林，这就是前5关的组成。后面3关的场景都是外星人的区域，第1区、第2区和第3区。在本关 BOSS 的时候，你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外星的生物科技了。敌方的主力攻击手段已经不再是枪和炮之类的，而是生物系的武器。这个场景如果有 F 的话，可以不用回头，把枪口向自己的脚前发射，崩出来的火花就能够清理掉后面的敌人。但 S 弹还是需要照顾一下身后的。来到了第5关的 BOSS 战，这个 BOSS 叫做骨块无重力剑。BOSS 的主体就是用骨块来堆砌的，感觉耐久度也很高，至少打了7、8秒吧。
第6关也是一个俯视视角的关卡。街机版本这个场景就是最后一关，红白机版是加了2个关卡。这样做还是比较合理的，因为你在街机厅里面玩游戏还是追求吃币率的，一个游戏币玩10分钟通关了。但如果放在加密级的平台，就显着有点敷衍。刚刚的一个清屏的道具被我打到了古墙的里侧，所以感觉通过刚才那个场景难度增加了。这里要打2个 BOSS， 其中第一个 BOSS 叫做异形假面，这个名字也是我自己给润色了一下。接下来出场的就是街机版本的最终 BOSS 天王鬼。街机的版本打完了天王鬼，天王鬼的额头会飞出来一个小型的异形，然后逃走，这样的话给续作留了剧情上的尾巴。但是红白机版没有这个设置，因为红白机版的最终 BOSS 并不是天王鬼。第7关来到了外星人区域2区。这里的风格其实和之前我玩的沙罗曼蛇很像，你能够看到很多的类生物的组织。这个版面有一点危险，如果打得太快，是非常容易让自己掉到坑里的。有的时候还会和小伙伴讨论，说这是这个生物的什么位置。这个大家自行理解吧。版面的这里有一个 bug， 可以下来之前把下方的敌人先清掉，让他的贴图就留下了。但是现在的这个版面就不行，需要走下来把它干掉。第7关的 BOSS 叫做阴兽魔神像，打2侧的脚，然后打肚子，再打嘴。等他张嘴，你往里射就可以了。这个 BOSS 我曾经遇到过 bug， 甚至在直播的时候都遇到过。就是下方的地面你是不能随意走的，有一个地方你走到那儿就是一条命，就像被敌人撞到了一样。那个地方不知道为什么多出了对方的攻击判定。打到第8关，咱们现在是10条命。2代调30人的方法有变化，版本不同，方式也不同。有一个版是按住 B 就可以，还有一个版本是右左下上 BA。红白机的版本还能接关3次，这样的话你会有120多条命。如果是双打的话，就是250左右。游戏的流程是8关，这样用命堆的话，怎么堆它也通关了呀。现在的这个场景是整个游戏当中为数不多的难点之一，但如果你冲得快的话，上方的墙壁在有坑的位置最多也就下来2回，就是说你走得越快，它的难度反而是越低的。刚才是1次，可以了，这样它不会再往下压了。注意跳跃的节奏就可以。
这个地方也是有 bug 的，尤其是非常宽的坑。如果你的起跳时机早了，你落在了台阶前面一点点的位置，你就会站在那儿，但随后就像是被敌人撞到了一样，也是挂一条命。这里要攻略本作的最终 BOSS 阴兽。这个阴兽只是一个幼体的状态，不是完全体，实力也不是很强，毕竟它是接替天王鬼作为最终 BOSS。打完了，这样就通关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红白机平台的超级魂斗罗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这次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关卡，还有 BOSS 的名称。那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